今天我们告诉大家，太子集团的陈志被抓了，真是太爽了，大快人心。你仔细来看，他早就不只是诈骗之狼，他居然吸收了台湾退休的国安局的高官，当我们的友邦帛琉的门神，窥探美军的机密，发动灰色作战。看到这里，你还觉得大快人心吗？柬埔寨中国的塞罕抓了陈志，把他送回中国，岂不把他藏得更深？是回家，是安全回收美国在去年的时候大动作对于太子集团收网啊，结果大家就觉得说，他这个创办人啊，陈志到底人在什么地方？结果现在居然传出来讲说呢，这个陈志啊已经在柬埔寨落网了，而且呢，接下来啊人被遣送回中国，还会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对，可是外界就觉得非常奇怪啊，你看美国大动作的去针对太子集团啊，去扣押他的财产啊，去调查他的犯罪事证，可是一直都找不到陈志这个人在哪里哦。没有想到去年底的时候呢，柬埔寨说告诉你我们依照柬埔寨的国籍法把陈志的这个柬埔寨的国籍把它给撤销掉了。没有想到呢，隔没有半个月左右居然在1月6号的时候，柬埔寨警方就说我们已经逮捕了陈志，而且呢还有另外2名同伙总共3个人我们通通都已经把他逮捕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不只抓他而已，我已经完成了引渡程序啊。好啦，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时间点。所有铺天盖地的压力，去年2025烧了1年，12月底你取消了他的国籍，12月底你就送回中国就好啦。为什么选在今年才动作？所以背后水有多深啊？而且呢，现在被认为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不是说，怕美国抓到他或干嘛的，所以呢就把他送回到中国去，然后藏得更好，藏得更深。可是呢，我们就回来看事实上陈志在国内好像也有很多人蛮认识他的我不太知道，就是他行事有这么的高调吗？你记得在2022年7月的时候那时候那个911的艺人春风他出席一个车队总部开幕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场好多超跑，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说，哇，那车子非常多，其中有一个布加迪的这个车子的时候，这个春风居然讲说，我告诉你这台真的很厉害，你知道，但是呢，这台我自己不敢碰，为什么？他说我朋友借我的，很贵啦，但是呢，朋友对我真的很好，结果呢就被当时就被认为说，他今天借他车子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陈志啊？好，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为什么拿出来告诉大家？好，就这个画面，这部车借给了春风，已经是天大地大的新闻。今天的重点在后面这一句啊！而且呢，后来大家就觉得说，天哪，你跟他很好，因为据说他都叫他大哥嘛。结果没有想到呢，春风那时候还讲，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人真的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有钱呐！他说呢，这种车子他在每个国家都有买一台，我依旧派呢。全台湾只有这一辆，不过呢，他也讲说，他那个人呢有个怪癖，他每人买的车子不是白色就是蓝色的全世界500台限量，然后你一个国家放1台。你把它当国产车，当 Toyota 了呀？我也必须讲春风可能在当时对这个车子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为什么？因为以布加迪的这个所谓的山猪王来讲，你先看它的售价很可怕，它光建议售价就是新台币大概1亿多，1亿出头。如果以台湾目前什么都要在加税的情况之下，你大概买这个车子可能要到2亿左右。所以它的贪污所得，我们从山猪王一个国家摆1辆，你就可以略知一二了。你想想看，一个国家摆1辆如果他台湾有1辆，他如果中国有1辆，新加坡再摆1辆，香港又1辆，柬埔寨有1辆，柬埔寨再1辆，全世界嘛那个500台呢你知道不？他一个人到底都给你买光就好了，很可怕，你知道？是再来就是说这个车子凭什么卖到这么贵？大家发现到以它这个山猪王 Sport 版来讲它比普通版呢它的那个重量降18公斤。我们不要小看这种18公斤，对这种顶级车来讲，它其实减重之后速度马力就会更快。是，所以你看它连雨刷啦什么都给你改连那个冷气盖也用碳纤维的。所以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它8000cc 呢。8000cc 的车子在台湾，你看那个税要多重？我跟你讲，我们2个大概10辈子都不会去买，10辈子买不起。人家每个国家有1辆，对不对？再来，他说这个车子加速性能很好0-100加速只要2.5秒，甚至你从0到100，然后再全部刹车静止，他说只需要干嘛？他说你大概只有42秒这样子一个时间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当时这样告诉你说，我这个车就借给你，你觉得陈志会跟他说，我跟你讲，你只能拿去摆而已嘛？他的财力的雄厚，真的很可怕1500匹马力的超跑，你真以为超跑那是战车 M1 的概念？好，我们看到了陈志这下被遣送回中国，到底所有犯案细节会因此水落石出，
还是石沉大海呢？来，先来看看直接在台湾设立的诈骗公司，查出越来越多的细节了。其实之前大家发现到了，台湾这个在配合在这个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诚挚的诈骗集团在台湾总共有9间公司啊，对，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红色字体帮大家标注出来。对，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再下去查，因为这9间公司有个共同点，他们的负责人或者监察人或者他的什么董事长啊或者什么，基本上名字都会高度重叠。这个我补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告诉你这9间？这个9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去购买周杰伦那一栋豪宅，楼上楼下左边右边下面一堆超跑名车的那9间公司，它在台湾不就是这样了吗？对，而且你会发现到，它都特定集中在高级的地点嘛，对呀，是不是因为觉得这样子警方比较不会查气呢？但重点是呢，如果你把相关的这些人名啊，这9间公司相关人名再扩大去搜寻之后，居然发现到还有7间公司，其中人名也都是高度重叠的。扎根有多深？深到连雪茄店都可以变成他洗钱的据点，深到连我们的国安局退休的高官都会被他收买，变成了他的吴三桂。检警呢在调查太子集团下面有一个豪华游艇洗钱网的时候，就发现到说，有一些这个公司啊、企业啊或干嘛，很有可能跟陈志上面有生意上的往来。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有一间位在台北市信义区的一个雪茄馆啊，结果呢，检警就认为说它很有可能是跟陈志之间的资金的交易管道。那结果呢，经过调查之后，画面上面看到这个雪茄馆的这个负责人啊，对，以160万交保，同时限制出进出啊。那另外呢，这个负责人的哥哥呢，则是遭到声押禁见。那我就讲啊，检方调查是一件事情啊，但你必须把犯罪事证提交给这个法院，由法院来决定要不要声押，要不要获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检方声押，但法院获准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代表什么？可能检警在这个地方的犯罪事证收集已经非常巩固喽。第二个是，我们过去都看到说，像这种犯罪集团然后诈骗集团，他怎么可能只有从一般平民百姓下手？很有可能会不会上面也有人帮着他上下其手？对啊，打通关节。结果1月3号的时候啊，检调在循线查出来讲说，有一位曾经在国安局啊服务过的退休军官叫石斌邦，他在帛琉担任台商的期间啊，一样提供场地给太子集团作为什么洗钱的水房啊。那结果呢，约谈他侦讯完了之后，按照洗钱等罪啊，要让他这个120万交保，同时限制出境出啊。那这一个实姓的男子啊，说真的，他当时出庭的时候，一派轻松啊，可是也被发现到说，他的步调也蛮特别。为什么？他在这个国安局啊退休之后呢，他就呢到这个帛琉这个地方去啊，变成所谓的台商啊。可是呢，在台商当时很多人就经营饭店啊或干嘛的旅宿业者，没有，他走的不一样，他走叫做水上活动中心。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我还接受这个访问，对不对？他1996年创立的时候呢，他引进拖曳伞啊、香蕉船的这些。感觉上都是在东南亚会玩的这些东西，他就把它引进到帛琉去，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什么水底漫步啦、水上摩托车。但特别是我跟你讲，他居然在帛琉这个地方，1996年过去，后来还曾经担任帛琉中华联谊会的会长啊。那我问你，我听你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退休的国安局官员，然后很无害的，也许移民，也许选择在这个地方重新他的第2春。怎么了吗？无害啊！但问题是，帛琉在过去也被认为说，太子集团是不是跟帛琉之间啊？他也插足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哦，像这个石姓男子啊，他后来检方这个要让他以这个所谓120万交保的部分，再加上他担任帛琉中华联谊会的会长，那表示他在当地的华人里面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啊。是。那你如果今天跟陈志集团里面真的有牵扯上关系的话，那会不会也协助了陈志在这个所谓的帛琉上面的发展哦？而且事实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陈志旗下的太子控股集团啊，也透过其他的这个公司啊，跟所谓帛琉境内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叫王国丹的人进行合作。那合作干嘛？你知道，他居然在帛琉啊很多这个地方啊，甚至国际机场的周边，大量进行土地的购买跟租赁啊。那我把这个土地买下来之后呢，变成我的之后，结果发现到他购买的土地周边居然都是有什么美军基地啊，或者是呢，我居高临下看这些基地的这些土地，全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包含科罗港啊、帛琉机场啊，以及雷达站。那就让大家觉得，就说，你为什么特别就围着这些地方去买这些地呢？你买的地碎碎的，一个岛一个岛一个岛，每一个岛都可以监控美军在帛琉的基地。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在去年的时候，美国说我要打击犯罪，锁定太子集团，是不是美国也确实感受到了您刚所说的这种威胁呢？那现在
听到这里，大家还大快人心，爽得起来吗？他把他送去的不是美国，他把他送去的是中国。而不要忘了，陈志的背后，我们一直都在点出一股势力，叫做福建帮。福建帮的背后是中南海。那岂不把它藏得更深？你怎么水落石出啊？10月14号的时候呢，美国司法部去起诉，同时查扣了太子集团大概12.7万的这个所谓的比特币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哦，美国你今天要出手。但很特别的是呢，他那个10月14号的时候，司法部做了这件事情，结果呢，11月11号的时候，首先太子集团他就在金边就发布了这个声明，否认说，没有啊，你今天怎么会可以起诉？这是不叫做犯罪所得。但是后来被发现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早他2天，11月9号的时候呢，中国国家电脑病毒的这个应急处理中心居然发布了一个讯息，他说什么？他说呢，美国政府或者可能透过骇客的手段来窃取陈志12.7万枚比特币，这个叫做国家级黑吃黑的报告啊。所以到底为什么中国这么生气，出来护航陈志？难道这笔钱陈志只是代管？真正的拥有者会是中国吗？陈志他的很大的根据地是在柬埔寨嘛，但你如果再回来爬书，就陈志怎么进入到柬埔寨，他的时间点跟习近平很多东西居然有高度重叠。重叠在哪？你来看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一带一路啊。2015年2月的时候呢，习近平就说我要成立这个所谓的推进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可是你知道吗？陈志在2014年的时候放弃了中国国籍，就入籍了柬埔寨。2015年的时候成立所谓的太子集团，你有发现到他进入柬埔寨跟成立太子集团的时间，刚好是在习近平推动所谓一带一路这个地方要往前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双轨并进的概念啊。而且呢，陈志在柬埔寨这个地方，你说我成立这个，我要跟总理，我要跟谁？你以为这么好相处吗？没有，可是陈志就有办法。2017年开始，他就担任柬埔寨内政部长少肯的这个顾问，同时也跟少肯的儿子叫做少索卡，他这2个就是有一个紧密的商业合作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大家就发现到说，柬埔寨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其实投资柬埔寨也非常多。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亦步亦趋，先把这个陈志形同马前卒，先派去柬埔寨。柬埔寨已经牢牢被中国捆绑住了，一带一路就从柬埔寨开始。像柬埔寨这些年的时间，一直在希望吸引能够外国投资嘛。你看2025年的时候，中国持续稳居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它占的柬埔寨的投资总额比例达到54%，它一半外资进来的全部都是中国啊。你看它做了哪些？2024年的时候花了17亿去开工建造所谓的德崇湖南运河，预计在2028年完工。但问题是柬埔寨通常做这种东西都跟你讲我没钱，中国就说没关系，你没钱我帮你出。但问题是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的营运的这个经营权啊。所以呢，现在就说呢，如果建成之后呢，20到40年之内，柬埔寨很有可能自己的政府没有办法去干预运河的运作。看好你的荷包了，台股涨疯了，没想到房市跟着也要涨了吗？今天阿 Sir 一开始要带我们来看到这2天台股真的是上冲下洗，冲出了上兆的交易量，投资人心慌慌。明明专家都告诉我看准 AI 的趋势，为什么盘是这样？那这样的震荡要荡多久才能够重启攻势呢？我想近期台湾股市的一个涨势，让人家想到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先生冲啊，每天都在冲啊，对啊。今天正好证交所开记者会虽然说尾盘是跌了一个74点而已，但是盘中依旧最高来到了一个30593点续创历史新高但是我也必须要讲一句话以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昨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集中市场成交量是已经来到8800亿了，那以今天目前还没有加上盘后也是7400多亿，我认为这个都是新的格局啦有一个新巨量才会有新高价嘛不过如果要真正站稳这个3万点的话，依照学理上来说的话，你要乘上1.03也就是要站上30900点，站上3天否则初步都可以断定这是假突破我想应该也很少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以先留意。但是不管如何啦，整个的一个台湾股市这样用一个多头这样滚量
我相信啊，这个前进股市变成一个全民的一个新的一个运动。尤其近期来说的话，今天很关键哦，因为今天是台积电啊，它的一个除息5块钱哦。那台积电今天平盘啊是整个的一个1675块，开盘啊给你跌15块。那大家讲说哦，总算台积电没有秒填息了，你看马上贴息啊。但是事实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哦。台积电今天最高的时候竟然还冲到了1700块，它在前天的一个历史高点是1705块，那代表是谁的一个买盘啊？我相信除了散户蚂蚁雄兵之外啊。真正的力量啊，就是台湾股市这一次真正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大推手，是主动型的 ETF 发挥的真的莫名哦，这个很大的一个功效了。包括安联呐，包括统一啦，包括所谓的一个群益啊，甚至于说富华还有台新呐，全数都在比赛绩效。那以近期来说的话，我看到一个盘面上的一个现象哦，可以留意哦，在今年短短的4个交易日，已经增加了将近44万的一个散户来进场。之前的一个记录哦，是在去年的一个股灾的时候，那时候将近50万。是，所以说以整个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热络的一个程度来说的话，我认为台湾股市哦，大家可能啊，真的要好好的一个把握哦。阿 Sir 来告诉我们，这43万人是要进来赚钱的，不是进来接刀的。可是过去这2天的交易日，那个荡成这个样子，我们既然如果说 AI 的大局不变，台股今年也上看3万5，都已经看到更高也有，怎么样把震荡来当朋友，而不是把它当敌人啊？其实当然要找领头羊，是甚至于说有股神身份的来下指导棋。是，当然目前来看的话 ，AI 浪潮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黄仁勋先生嘛，哦。那黄仁勋他在之前讲机器人就真的涨了1-2天。他昨天竟然指出来讲所谓的一个记忆体，那记忆体的话哦，今天不是台湾股市在涨而已嘞，包括全球性的一个记忆体和个股，全部都在往上飙，全部都在轧空。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这个数字的一个解释。这个64GB的一个所谓DRAM哦，它的一个什么一个报价。今年的第1季到第2季全部都是维持上升哦，那以及这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一个包括 Net Flash 哦，这个是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DRAM啊，这个是所谓的一个 Net Flash， 全部通通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整个的一个记忆体目前已经疯狂了。那你疯狂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比较呢？在这边非常有趣的一个比较在中国市场传出来一盒的一个记忆体价格大概是500万的一个人民币哦，因为包括所谓的一个什么一个所谓1根的一个记忆体大概是4万人民币，那一个盒子里面它是增加所谓的一个内容量是100根所以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就认为说哇，那我拿1盒记忆体就可以等于是台湾现金2000万以上就可以买房了哦，所以记忆体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还是要看后面的一个产业趋势跟营收啦。就像说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涨升很强的一个华邦电跟南亚科哦。南亚科因为本身它的一个营收从去年的谷底，目前往上来做一个走扬，已经涨了5-6倍了。那甚至于说台塑四宝原先也扶不起的阿斗也因为处分南亚科下礼拜1也即将要来公布它的一个年报跟所谓12月份的营收，甚至于说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数字，我认为这个都是近期台塑四宝涨升的一个关键哦。那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包括这一个所谓记忆体其他的一个主轴，记忆体的股王就群联哦。那群联因为它本身说跟 NVIDIA 它有所谓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它有一个盖牌啦哦。他说他跟这个 NVIDIA 在这个 Rubin 的一个模式合作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个东西。那我本身是很看好为什么？因为它营收早就带出来了尤其它的一个现在率先公布的11月份跟12月份的营收，它连续2个月都创新高。对，所以说8299的一个群联如果能够挑战这一个所谓的一个200块2000块的话，可能南亚科就有机会去挑战300块甚至于说这个华邦电搞不好130、140就能够有正向的一个比价的一个空间那至于说这个旺宏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它算是接尾刀因为很多的一个大厂它那个 Netflix它早就都已经不做了，甚至于说减产。所以说
轮到这一波的一个记忆体的一个浪潮的话，赚一个时机财。那旺宏本身也是大股票，它竟然连续拉了一个5天的一个涨停哦。其实啊，我必须明讲，它就是主动 ETF 的一个杰作。刚刚讲到的一个00981A，也就是统一的一个 ETF，就是全力买进。所以我认为啊，其实台湾股市这一波的一个推手，金管会可能深以为戒。2年前弄一个高息 ETF 变成僵尸的一个市场，现在已经完全改观了。它开放让各家投信，你尽量去募集，然后用主动 ETF 来比绩效。所以大家就每一个礼拜，我就是要去做什么个股，做什么族群，都一样正向的这样子用量滚价，然后互相的一个竞争。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资本市场最诱人的一个地方啦。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